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最近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流传一句话，就是很多的网友在新闻下边的留言往往喜欢贴上这句话，叫做放下谏言情节，尊重国家命运。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喜欢在所有的关于时政方面的新闻底下都留这句话，意思就是你们不要再宣传再洗脑了，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已经躺平了，你们发生什么事情不要老想着我们不会去帮你们去继续的充当韭菜和炮灰。所以很多人在这个新闻底下留言，有一个人在知乎上问说，有一条新闻大家怎么看，就是国务院最近公开征集阻碍民间经济发展的问题线索，就是说向大家来集思广益，提供线索告诉政府是什么阻碍了民间经济的发展。然后底下的留言有一个人说，2年前 B 站上面都是星辰大海、纳兔战狼、大国风范，现在去看 B 站评论区一水的尊重国家命运，就是之前还被打了鸡血，对这个国家的建设，对伟大复兴还有一股热情。可是现在呢，大家早就放弃了，灰心了，失望了，现在再问什么只留一句尊重国家命运。这个国家该亡就会亡，这个国家该兴自然会兴，不要老想着割我们的韭菜，我们要放下谏言情节，就是总想着去提供线索、提供意见、去纳谏，对吧？其实它是一种士大夫情节，中国古代帝制下的士大夫情节，总想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拿着皇上给的一点权利，忧国忧民，替皇上分担，去替黎民百姓办事儿。但是普通人又有什么权利呢？普通人现在是当做韭菜被割，当做炮灰被使的，所以说就觉得不要再谏言了，不要再出主意了你看出这个主意现在怎么样呢？习近平上台了，他开倒车开了10年了，所以说没有任何用，放弃吧，躺平吧。这句话最早来源是网上有一个就是也算 meme 吧，就是说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这是一句调侃，就是你总想救别人，总想当白莲花，总想当菩萨，但是你不是菩萨，你先能养活自己再说吧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别人的命运是他的自己的事儿，人各有命，对吧？你甭老想着救别人，你就算救别人了，别人可能也不会念你的好，甚至还倒打一耙。中国不是老太太摔倒了，很多人都不敢去扶嘛，因为怕被讹，对吧？这个社会没有最基本的诚信了，你老想着见义勇为去救别人，但是整个社会不会帮助你的，甚至包括被救的人。所以这句话出来作为一个调侃，对个人的调侃，现在变成了对国家的调侃，就是国家的命运，就算他真的亡国了，那也不是我们普通的韭菜可以左右的。甚至有人还引用了新西兰总理的一段话，他在此之前特别提到说，中国人民如果想改变他们的政府体制，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儿，我们不要参与，不要干涉中国的内政。其实他的意思是不要去搞坏跟中国的关系，跟中国政府的关系，不要去批评中国政府。他们的人民如果不满意，他们自然会说，他们自然会反抗，自然去改变他的体制。那他这个话其实就非常典型的放下谏言情节，尊重国家命运，对吧？中国怎么样，那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儿，我们新西兰人不要管，我们只管好我们自己的利益就好了。新西兰总理的这句话现在也被网民调侃，这是非常准确的反映出了这段话的真意。但是问题是，国际关系重点在关系，重点在国与国之间的互动。就是这个国家如果是体制越来越集权，越来越走向这个全球的对立面，那么对于新西兰也好，对于任何国家来讲，都可能受到损失。换句话说，中国发生了什么，可能会关系到你自己的利益。所以说，这就不是说你不管就没事了，对吧？你肯定还是要参与的，你肯定还是要介入的，因为国际关系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不是单方面的。更何况你新西兰的国家利益，或者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实际上都建立在跟其他国家的交往，或者是整个国际环境、国际政治经济的格局基础之下。所以你不可能说不考虑别的国家的看法。美国要联合盟友共同对付中国，你不可能说不关我的事儿，对吧？你既然拿到了美国的好处，这么多的贸易顺差，对吧？还有军队的保护，甚至科技发展都要依靠美国，你怎么可能说好事让我占，然后承担责任的时候我躲一边去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吧？你不可能置身事外的。
加拿大不可能，新西兰也不可能，澳大利亚更不可能。所以说，对于这些国家来讲，美国的盟友就算再不想介入中国，但是你也不可避免的要跟中国打交道。那既然跟中国打交道，那么中国的好坏，它的经济的发展，它的政治体制问题，这都可能涉及到你自身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整个欧美世界各国要不然是联合在一起，要不然是根据自身的能力去帮助乌克兰。因为大家看到了这种破坏国际秩序的行为可能会伤及自身的利益，因为每个国家都在这个国际舞台上是有一份责任的。当然，新西兰总理这句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毕竟新西兰的政客是新西兰人民选出来的，不是中国人选出来的，他没有责任义务去替中国人去发声。但是基于最基本的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观，他们肯定还是能做一些事情的。比如说你到了新西兰申请一个政治避难，没准人家会批准你，那么这也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一些做法。不管怎么样，这句话现在突然在中国互联网上流行起来，所有这些新闻下边经常会出现尊重国家命运的说法，实际上就是一种躺平的表态。我躺平了，你们不要再忽悠我们了，我们不上当了。我觉得这也是大家认清楚了这种自己的韭菜和炮灰的身份之后的一种无奈和绝望。但是你认清楚了总比没有认清楚强。你知道在中国你没有权利自由之后，那你肯定会通过其他的方式想办法去保护自己的利益，对吧？不管是润出去啊，或者留在中国呀，那你可能就会长个心眼儿，对吧？你可能政府的一些说法做法，你可能就不会轻易的相信，这其实更有利于自己自保的。但是那些完全相信共产党宣传和洗脑的那些人，就真的有可能更容易成为炮灰。但是这种洗脑呢，还在不断的加强。很明显的，我看到在网上有人发出一张照片，是中国的一个幼儿园，他们在干嘛？在学习最新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间谍法。参加这个学习交流会的是这个幼儿园的老师们。我不明白这些幼儿园的老师为什么要学习反间谍法，就是难道他们学校里边这些小孩们啊，这些3、5岁的小孩有可能是间谍吗？他们要盯好了这些小孩，看到有任何这些小孩有反叛、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苗头就要扼杀。他们真的以为邪恶的西方境外势力渗透到中国的幼儿园里边去，从小培养间谍吗？但是中国政府为什么会这么做？当然他们其实就是本身这么做的，所以他们以己度人，觉得西方境外敌对势力也会这么做，但实际上是他们从小在培养小粉红，对吧？然后到了海外的这些中国的留学生也发展他们成为中国的间谍。加拿大的情报局最近公布了一条消息，说中国驻加拿大的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正在吸收和资助中国的学生会，然后让他们去进行情报工作，包括监视和胁迫校方以及其他的跟中国政府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不同的学生。我们看这个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当中提到说，这个报告当中描述了中国外交官如何渗透加拿大的高等教育学府，并且用来打击加拿大的民主和经济的机构。除了干扰之外，他们还收集情报和知识产权的窃取。所以在加拿大各地的高等学府当中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这样的中国学生组织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代理人。这个不是一条新的消息，说实话，这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知道了。我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上学的时候，曾经也组织过学生活动，还受到了中国驻加拿大多伦多领事馆的接待。我还去领事馆的教育组的官邸跟他们这些官员进行party 互动，甚至他们说在地下室还购买了一套新的卡拉 OK 的设备，欢迎这些学生领袖们来唱 K。 这些做法，这些行为都是一种统战。当然我那个时候没有正式的加入这种组织，我也对这种组织嗤之以鼻。我当时成立的社团不涉及政治，甚至还受到这些官方学生会的打压。但是从中可以看到共产党是如何渗透到这些海外的留学生当中的，通过这些学生会，通过控制这些学生会，甚至给这些学生费经费来起到操控的作用。当然我未来也会想办法去呼吁加拿大和整个国际社会都要针对本国的渗透统战要进行有力的回击。
加拿大情报局的报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来告诉大家对这些组织的功能、统战功能和渗透功能要认得非常清楚。就像在英国伦敦那群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涂鸦的那几个中国留学生的后来的下场，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越来越不得人心，越来越招致反对。我相信他们的路也走不长，特别是在海外去宣扬中共的意识形态。那同样的，在中国内部，随着经济越来越差，民间社会的怨声载道，那么年轻人90后、00后也都开始摆烂，开始躺平，开始尊重国家崩溃的命运了。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大家加入会员来收看会员专属的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